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很久没有回来制作这个系列了，就是去猜测下一次登峰造极的皮肤属性，官方会推出哪一种。当然，今天除了会猜测它是哪一种属性之外，也会猜测之后会怎样去设计这个城市主题。一般官方他们推出登峰造极皮肤都是有一个周期的，都是3个月会推出一次，一年有12个月，也就是说一年会推出4次登峰造极的皮肤，分别是3月、6月、9月、12月。那如果你是全部皮肤都想要拿到的话，这样子你的开销其实会挺大的。如果是刚好全部都卡在保底的分数，就比方说像国服这样子，那假设是国际服的话，或许还有的救，就是你的开销不会这么大。刚好下个月就是6月了，所以估计官方他们应该会提早透露新的登峰造极是什么属性的，因为在这个月，也就是5月尾的时候，在越南有举办线下聚会，所以有很大可能官方会在那个时候透露说新的登峰造极会是怎样的设计，或者是它的属性如何。那我们先从列表上猜测说之后官方会推出什么属性、什么兵种，还有什么提升的登峰造极皮肤。但是我这边记录是从2020年到2026年啊，那之后还没有推出嘛，所以也没有办法记录。在更早之前呢，我印象中是还没有推出登峰造极的，因为我最早记录到是2020年，可能2019年还有，但是我已经是没有印象了，因为我是从2018年开始玩起的，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没有推出登峰造极啊，所以不管怎样啦，在更早之前的记录或许大家也不会用到啦，所以我们从2020年这边开始看起。首先就是提升，这个是最容易去猜测的。那你们可以看到从15%变成20%，这中间是相差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了，所以现在我们变成20%的提升了嘛，那我们要考虑到还有骑兵、步兵、工兵，他们可能攻击、防御、生命都还没有全部出完的情况下，2026年极大可能依旧还是20%的提升，应该不会有更高的提升啊，因为它那个时间还没有到，全部兵种还没有出完，所以关于提升这边我们是已经确定了，就20%。如果是说全属性的皮肤呢，应该也不会这么快就提升到20%或者是更高的数字吧，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在2024年的时候是12%，2025年的时候是16%，但它的问题就是在之前已经出现了部队攻击力的皮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部队攻击力12%，所以它后面才会出现一个部队攻击力16%，但是可以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它是总共推出了2次全属性的皮肤，相反的在2025年的时候它只是推出过1次而已，这个就比较奇怪。然后再看更早之前的时间呢，是在2021年，那时候推出了一个8%防御力的皮肤，之后官方就没有再出全属性的皮肤了，全部都是骑兵、步兵、工兵的皮肤。会不会有可能下一次也是推出全属性的皮肤呢？也是有这个可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周期就是一个全属性的，然后一个指定兵种的，又变成全属性的，又到指定兵种的，但是它这边的顺序其实比较漂浮一点啊，所以我也不确定会不会推出，但是如果下一次推出的话，大概率应该也是16%的提升，除非官方他们是想着说要推出部队生命值提升的皮肤，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它已经出现了攻击，有出现防御，在更早之前2021年的时候也是防御，然后2025年的时候是推出攻击力，就是从来都没有出过全属性生命值的皮肤。但是我记得之前有一些主播去问过官方啦，他们有讲过不会推出生命值的皮肤，所以如果真的是推出全属性的皮肤的话，大概率下次就是推出防御力了，所以有可能6月的时候就会推出全属性防御力提升16%。假设说如果不是全属性的城市主题的话，会是轮到哪一个兵种的皮肤？那根据官方在之前的习惯性来讲，每一次到6月的时候几乎都是工兵的皮肤，这边你们应该也可以发现到了吧，全部都是工兵的，而且不是只有工兵有这样子的习惯而已，你们也可以注意看到在3月的时候官方也是通常会推出步兵的皮肤，像2023年的时候就推出了步兵防御力，2025年就
就推出了步兵的攻击力，但是2024年的时候突然变成部队攻击力，这个是所有兵种的。当然也可以看到之前2021年的记录也是步兵啦，只是在之前他们会比较漂浮一点啦，就是不确定会推出哪一个兵种，但是这3年看下来是比较稳定的，就连今年3月的时候推出的兵种皮肤也是步兵防御力的皮肤，所以如果官方它是跟回之前2023年的顺序的话，下一次大概率应该是工兵的皮肤啦。而且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兵种来做推测啦，就比方说这样我们12月的时候已经推出了骑兵，在3月的时候推出了步兵，那6月照理来说推出工兵也比较合理，没有理由你上一次推出了步兵，下一次又出现步兵的城市主题嘛。如果他们真的是6月推出工兵的皮肤的话，其实也可以配合到我们现在新推出的工兵统帅。那我们已经猜了兵种之后它会是什么属性呢？可以看到之前都是推出攻击力，然后从这里开始就变成防御力了。骑兵可能是一个新的开端，像我们 MGE 就推出的顺序骑兵、步兵、工兵嘛，所以有很大可能下一次工兵推出的皮肤也是防御力的。当然不排除也有可能是推出生命值啊，因为可以看到这边全部都是攻击力还有防御力，也是时候轮到生命值提升了，所以我个人推测有很大可能是工兵防御力或者是生命值20%的提升。在讲完了这个部分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下登峰造极的一些皮肤设计了。那各位应该有发现到近期官方设计的皮肤呢，都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城市中间一定会出现一些东西。就比方说像上一次的步兵防御力皮肤，它中间就出现了一个竖琴，就是它的设计比较突兀一点，然后它喜欢放了一些雕像在门口那边做一个摆设这样子，并且门口的位置不再是在前面了，像以往我们看到的一些城市皮肤设计的门口都是往这个方向的嘛，现在都是变成在旁边出来了，甚至在更早一期的骑兵防御力皮肤你连门都找不到这个我不觉得是门啊，它就是一个喷泉之类的，然后也是一样有白色，中间就多了一个雕像什么之类的，就是像这个皮肤这样子，中间就比较突兀，跑出了一些雕像或者是一些白色之类的，就是它要给你看到好像有东西在中间这样子，不要这么空。但是如果你们再往前一点，就是之前狮子鲨的皮肤的时候，它的门口依旧还是在这个位置，但是旁边还是一样有多出2个雕像啦。然后在更早之前波塞冬的这个城市主题门口也是在这个位置的，就是之前那个门口的位置比较正常一点啦，当然还有一些不正常啊，就比方说像这样子的城市主题就是有一些特效之类的，但是可以看得出官方他们很喜欢放一些摆设在旁边啦，所以我估计下一次的城市主题依旧还是会有左右的摆设，但是门口位置应该会找不到啦，就很像上次这样子，可能会在侧边或者是完全没有门口之类的，并且之后的设计应该也是会中间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像这一次是放竖琴啊，有可能在下一次呢它就放一个喷泉在中间会喷水之类的。我会这么觉得是因为他们近期的城市主题都是以水为主题的，可以看到上一次也是中间会有流水，这一次也是会有流水所以下一次也有可能也是有流动的水，水为财嘛。但是我说实话，其实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现在的这种皮肤设计，我反而会比较喜欢早期一点的，就是你不需要有太多花里胡哨的东西，你不需要讲我要加入什么元素进去啊，我反而是觉得说像以前这种有类似像教堂这样子的风格啊，就是比较有地方的特色的，我会更加喜欢一点。以前是真的很单调，但是每个皮肤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像这个宫殿里面有一些字体在漂浮之类的，然后这个就有一点类似像中东的一些设计，日本风格的设计，就是你可以看到在以前官方设计的那些皮肤是真的好看很多，虽然你来来去去看也是差不多，但是你可以从细节上面发现到一些不同的东西。现在反而好像他们就要特别的去凸显，这个是什么属性的皮肤，它要弄到很大很夸张，这样子就没有那个美观感啊。就比方说你怎么可以想到放一个竖琴插在中间这样子的设计呢？正常来讲，正常的建筑物
物都不会有这样子的设计，对吧？当然也有可能他们那种早期的设计啊，就是以一些现代建筑物或者是古代建筑物作为参考的这些设计呢，都已经被用掉了。因为我们还是有不少的城市主题嘛，像一些紫色的就比较单调一点，可能他们都是拿来设计在这些上面呢，所以就看到传说等级的皮肤呢，就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特色，必须要弄到很夸张才会有特色，才会凸显哦，你这个是传说的皮肤，而不是紫色的皮肤。像这个紫色永恒之泪，我也是蛮喜欢的，这个有一点漂亮。以上就是关于登峰造极的一些猜测，不管是推出的兵种属性还是城市主题的设计，全部都只是猜测而已啊。当然我说的也不一定是对，那你们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你们觉得下一次推出的皮肤属性是哪一种呢？又或者是你可以说出你最喜欢的城市主题设计到底是哪一个呢？可以分享给大家知道。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